當一個國家月入5000元，成了9.5億人的收入上限，那不是經濟下行，那是社會整體塌陷。2025年再回頭看，中國已經不需要唱衰，數字本身已經把真相寫得觸目驚心。根據多家中國民間機構基於2023至2024年個稅數據、住戶調查數據、就業結構數據的綜合推算，中國月收入低於5000元的人口已經超過9.5億。這不是情緒判斷，而是算術題。為什麼是5000元？因為中國個人所得稅的起徵點至今仍是每月5000元。而官方披露的數據顯示，2024年全國實際繳納個稅的人數長期徘徊在1億人以下。換句話說，超過90%的勞動人口根本達不到納稅門檻。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你在短視頻裡看到的中產生活年入100萬體面人生，本質上只是一個被無限放大的樣本幻覺。真實的中國收入結構依然是一個底座巨大、頂部極小的金字塔。更殘酷的是，若把標準往下壓，民間機構基於住戶調查進一步推算，月入2000元以下的人口仍高達8億至9億之間。這不是改善慢，而是幾乎沒有改善。2020年，李克強曾公開說過一句震動全國的話：中國有6億人月收入也就1000元。5年過去了，這個數字並沒有消失，只是換了一個說法。低收入人群仍然是中國社會的主體。所謂重回集體貧窮時代，並不是回到計劃經濟，而是進入一種結構性貧窮常態化的新階段。真正危險的不只是窮人多，而是不再有制度兜底。未來的中國社會將不可避免地產生一個極其龐大的底層與邊緣人群體，而且這個群體正在從農村向城市轉移。原因並不複雜，卻異常冷酷。第一，戶籍制度加農民工制度決定了數億人永遠是城市的使用者，而不是城市的成員。第二，養老金雙軌制已經把體制內老年安全與體制外老年貧窮徹底分層。第三，地方財政持續枯竭，正在快速抽乾最後的社會救助能力。當一個人因病、因老、因失業墜落時，制度已經很難再把它拖住。過去，這種底層主要存在於農村。農村窮，社會能看不見；農村老，財政能不處理。但現在情況變了，房地產下跌正在把中產批量打回底層。在過去20年，中國最穩定、最可控的社會緩衝器就是房地產。它不僅制造財富，更重要的是制造幻覺。但從2021年開始，房價持續回落，到了2024至2025年，這個趨勢已經無法逆轉。對於背負房貸的城市中產而言，最致命的不是賺得少，而是房子正在變成負資產。當收入下降，房價下跌，利息不變，所謂中產只需要一場失業、一場疾病，立刻完成向下躍遷。這不是個體失敗，而是結構性返貧。與此同時，另一股力量正在同步制造底層人口自動化加人工智能加就業塌縮。經濟下行週期裡，本應由新產業吸納的年輕人，卻被技術升級直接過濾掉。2024年以來，高校畢業生數量持續高位，而低技能崗位正在被系統性替代。現在的問題只是，他們還在啃老，所以還沒全面爆雷。但如果長期無技能、無崗位、無上升通道，失業高校生規模持續堆積，突破1億人只是時間問題。即便有工作，也往往是低薪、無保障、無尊嚴，隨時被替代。絕大多數人終將緩慢滑入底層。有人會反駁，日本也有大量非正式員工。沒錯，日本目前約50%的勞動者是非正式僱傭。那中國呢？如果未來達到60%，多嗎？
並不誇張。但問題在於，日本是全球貧富差距最小的社會之一，而中國本身就是一個倒丁字形社會。社科院早年的經典描述是，中國的倒丁字形，一橫在農村，一豎在城市。可現在，在城市化率已接近70%的背景下，一旦老齡化加房價下跌加高失業率疊加，城市底座會被強行拉寬。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未來的貧民將不再集中在農村，而是出現在城市街頭、寫字樓邊緣、老小區裡，而這才是最難處理的局面。截至目前，中國人口500萬以上的大中型城市已超過90座，覆蓋人口超過6億人。當大批城市貧民出現，政府幾乎沒有救助空間。農村貧窮可以自然消化，城市貧窮只會持續外溢。這也是為什麼越來越多學者在2024至2025年反覆強調，中國的問題已經不是週期問題，而是結構性困境。而月入5000元以下 9.5 億人，只是這場困境最直白、最冷酷、最無法回避的數字表達。如果說 9.5 億人月入5000元以下只是數字層面的震撼，那麼接下來這件事才是真正讓人後背發涼的地方。中國的貧窮正在從農村全面轉移到城市，這是一個被嚴重低估卻已經無法逆轉的趨勢。過去20年，中國社會之所以還能維持表面的穩定，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一種空間隔離。窮在農村，富在城市，底層在鄉下，中產在城裡。農村貧窮是遠景，城市繁榮是近景。可現在這層隔離正在被一點點撕開，倒丁字形社會正在失控。中國本來就是典型的倒丁字形結構，頂部極小，中段狹窄，底部巨大。但過去那個巨大底座主要壓在農村，農民收入低，但生活成本也低；農民保障差，但社會預期本就不高。現在不一樣了，當城市化率逼近70%，當農村人口不斷向城市流入，又無法真正融入城市制度時，底層開始在城市沉積。這是一種極其危險的變化，因為城市裡的窮人和農村裡的窮人完全不是同一種社會形態。城市貧民才是制度最難承受的群體。城市生活的每一項成本都是現金化的，房租、醫療、教育、交通、養老、社保。而恰恰是這6樣正在同時對低收入人群關門。戶籍制度擋住的是教育與福利，勞動制度製造的是靈活就業與不穩定，財政收縮壓縮的是最低保障空間。當一個城市居民既沒有資產，也沒有穩定收入，還失去制度兜底，他不會慢慢適應，只會快速下墜。而這種下墜是集體的。再看一個容易被忽略的現實，中國已經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中產安全墊。所謂中等收入群體，在官方敘事中被寄予厚望，但在現實結構裡，這個群體極其脆弱。他們往往具備3個特徵：一、收入來自工資而非資本；二、資產高度集中於住房；三、對公共福利高度依賴，但獲取能力有限。一旦遭遇3重打擊，失業、房價下跌、醫療或養老支出上升，中產返貧幾乎沒有緩衝空間。這也是為什麼近2年返貧這個詞開始在城市白領中頻繁出現。不是他們不努力，而是這個系統已經不給努力留出安全餘地。內需為什麼始終拉不起來？答案就在 9.5 億人身上。官方一再強調內需驅動消費升級，但一個無法回避的事實是，當 9.5 億人月入5000元以下，所謂內需本質上是空談。
因為消費不是口號，是收入函數。一個月掙3000的人，不是不願意消費，而是根本沒有消費能力。他們的消費結構只能停留在吃、住、活下去。這也是為什麼2024至2025年，無論政策如何刺激，零售、服務、耐用品消費始終疲軟。不是信心問題，是結構性貧窮鎖死了需求端。更值得警惕的是，低收入正在代際固化。當青年失業率長期高企，當高校畢業生被迫進入低技能、低保障崗位，當第一份工作就失去積累價值，階層躍遷的窗口正在迅速關閉。過去還可以靠時間換空間，現在時間本身也成了消耗品。沒有技能積累，沒有資本沉澱，沒有制度扶持，所謂奮鬥只是在原地打轉，最終結果只有一個：底層規模越來越大，中間層越來越薄，向上通道越來越窄。所以，當民間機構給出月入5000元以下人口逾9.5億這個數字時，它真正指向的並不是一個統計結論，而是一種未來形態。一個高度城市化卻嚴重平民化的社會，一個技術進步卻就業萎縮的社會，一個表面穩定卻內部張力不斷積累的社會。這不是短期衰退，也不是簡單復甦就能解決的問題，這是結構決定的結果。最後，用一句冷靜到殘酷的話收尾：當一個國家的大多數人連納稅資格都沒有時，問題已經不在財政，而在社會本身。9.5億人，不是還沒富起來的人，而是正在被系統性困住的人。而真正的風險，從來不是他們窮，而是他們已經看不到出路。